打造不对称战术。台湾首艘军用无人艇亮相。3月底，台湾在高雄新达港码头公布了一艘无人艇“奋进魔鬼鱼号”，这是台湾首艘军用无人艇。虽然名字与美军魔鬼鱼无人潜航器一样，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台湾的魔鬼鱼无人艇灵感来自乌军无人艇，不过其性能要比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更先进。三体船构型可搭载高爆炸药，也可以发射鱼雷，机动性也是一绝。问题来了，魔鬼鱼无人艇的性能如何？能否满足台湾的作战需求？早在2022年，台船就有开发无人艇的想法，但当时台湾没有相关需求，项目一直没能落实。直到乌俄战争爆发，无人机、无人艇成为战场主角，乌军无人艇甚至将黑海舰队赶出黑海。于是，在2024年，台船重启无人艇研制计划。2025年，首艘原型舰奋进魔鬼鱼亮相。3月底，台湾在高雄新达港码头举办奋进魔鬼鱼发表会，并实际进行高速、Z 字、8字、双圈机动以及信号切换等操作。从外观来看，魔鬼鱼无人艇仍然设计有可载人船舱，这不是性能问题，而是台湾规定，无人船进出港口需要派遣船长监控，确保如果出现紧急状况，船长也能接手开船。如果未来完善这一规定，魔鬼鱼无人艇的外观也会发生变化。至于该艇的性能，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要比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更强。魔鬼鱼无人艇长8.6米，宽3.7米，满载排水量超过5吨，有效载荷超过1吨，最高航速35节以上，有2台舷外发动机提供动力。就基础性能来看，魔鬼鱼号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，大多数的小型无人艇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，甚至更好。不过其构型比较少见，属于三体船。按照台船的话来讲，台湾海峡的海况太过恶劣，三体船的设计可以大幅度提高耐海性与适航性，打击方式也很多，可以搭载高爆炸药，对一些大型舰船发动自杀式攻击，也可以搭载鱼雷，对敌方军舰进行远程打击，甚至可以搭载无人机执行任务。台湾魔鬼鱼无人艇的作战构想、设计以及建造都遵循了2个理念：机动作战和不对称作战。实际作战时，魔鬼鱼无人艇可以部署到台湾的各个港口，等待任务指令。如果觉得不安全，也可以利用商用皮卡或拖曳车头，通过陆路运输至滩头释放，大幅度提高战场存活率。海上运输也不是不行，以玉山舰为例，一次可以载运20艘以上，并且根据台船的说法，一个控制站最多可以操控50艘魔鬼鱼，也可以与其他型号的无人机整合到一起。无论是狼群战术还是蜂群战术，魔鬼鱼无人艇都可以执行。当然，作为一款无人装备，除了性能，还需要操心是否被干扰的问题。乌俄战场之上，俄军的无人机与精确制导炸弹已经被电子战飞了大半。根据台船公布的数据，魔鬼鱼无人艇可以通过多重通信信号导航，比如 4G、无线电和卫星数据链等，在收到干扰后会立刻切换模式。如果发现所有的通信系统都发生故障或导致信号中断或被干扰，无人艇就会自主返回基地。如果遭遇劫持，甚至还可以启动自毁系统，防止内部机密曝光。目前魔鬼鱼无人艇分为基本款、进阶款以及军用款，但没有说明造价。就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，除了卫星导航系统、舷外机来自外部，其余都是台船本地供应链自制，其中最贵的就是卫星导航系统。没有安装的话，可以减少45%的价格。就性能而言，魔鬼鱼无人艇要比乌军的更先进。可惜的是，在魔鬼鱼无人艇的发布会上，台船明确表示，魔鬼鱼的研发已经接近尾声，最快2025年年底就可以完成初步研发，不会参与6月份中山科学研究院以快骑项目发起的无人艇竞赛。就火力军而言，台船可以不用担心售卖的问题。早在2023年，中山科学研究院就启动快骑项目，在永无无人靶船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，研制一款攻击型无人艇，大概在2025年年底完成作战测评，2026年进行量产。有消息称，台湾海军与陆军军队无人艇感兴趣，需求量可能达到200艘以上。而作为台湾首款军用无人艇，魔鬼鱼无人艇
肯定可以分一杯羹。除了军事用途，魔鬼鱼无人艇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量身定制，执行离岸风电支援、港口水域安全监控、救援与应急等任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除了以上这些优势，魔鬼鱼无人艇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比如隐蔽性与威力。上面聊到魔鬼鱼无人艇的新功能要比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更好，但这也是有代价的。为了容纳光电设备，魔鬼鱼无人艇与其他水面战舰一样，拥有高大的上层建筑，海上隐蔽性不够强。相比之下，乌军自杀式无人艇的上层建筑比较平整，实际作战时暴露在海面的部分很少，而且表面采用了锡箔材料，很难被俄军雷达探测。其次，有效载荷一般，搭载鱼雷时只能是那些轻量级鱼雷，威力不够强，无法对大型战舰造成致命杀伤。如果是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，魔鬼鱼无人艇的性能又稍微有些浪费。在后续的改进中，如果将魔鬼鱼无人艇的载人船舱删掉，隐蔽性的问题大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。至于单艇威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改进，一个人不行，那就一起上。作为一艘无人艇，能群殴就不要选择单挑。另一边，台湾轻型巡防舰也有新消息，已经确定使用 XDR-102AR， 口径为20毫米，而不是之前传出的30毫米遥控系统。台湾为什么要换成20毫米？有什么优势？目前，台湾海军委托中建造船厂建造的防空型、反潜型轻型巡防舰正在按照预期建造。两型巡防舰的原型舰都会在2026年10月之前交付台湾海军。在船体两侧的近防武器上，原本计划采用2套30毫米舰载型链炮，但是在3月份，台湾媒体报道称，有军方人士指出，轻型巡防舰确定采用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2座 XDR-102AR 双管遥控武器，也就是近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。就性能来看，20毫米机炮的威力和射程都拼不过30毫米，毕竟口径在那摆着。XDR-102AR 的最大射程不过2000米。相比之下，荷兰的守门员近防炮口径30毫米，有效射程5000米；俄罗斯的 AK630M 射程能达到4000米。那台湾为什么要换 XDR-102AR 呢？就火力军而言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成本。XDR-102AR 的威力与射程的确比不上30毫米机炮，但是它便宜好用。XDR-102是中山科学研究院以强弩专家将通用遥控武器与两挺205场 T75 整合的产物，以炮座缓冲机制改善设计精度，搭配一具独立光电射控仪，以有线方式连接远端操控台，每座操控台都能遥控2座武器站，对目标进行辨识、跟踪以及集火射击。A2 意味着舰载版， A1 是暗制衍生型。就性能来说， XDR-102 自大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，以最低的价格将 T75 变成可以自动瞄准与集火的遥控机炮。也正因如此，自诞生以来， XDR-102 的采购量并不算少。2018年7月， XDR-102 通过台湾海军司令部的测评，购买3套交付陆战队乌丘守备大队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台湾海军最初想要沿用现有机炮，采取车载机动式，最后还是选择了阵地固定式，也购买了3套。台湾陆军这边购买了6套 XDR-102A1， 大头还是海巡署。单单在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中，就计划采购26座 XDR-102AR 遥控武器站。这点也能理解，毕竟海巡署100吨以上的舰艇都配备有 T75S 单管机炮，双联装的 XDR-102可以在共通弹药的情况下提高射击精度、火力，而且对于海军署而言，作战强度较低，不需要担心威力。对于台湾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而言， XDR-102的出现使其可以在不更改20毫米机炮后勤体系的情况下获得可以遥控的机炮，属于在短期内兼顾火力、成本、人力等需求的最佳方案。至于 XDR-102的缺点，火力军只能说没法改，毕竟源自 T75 机炮，属于新瓶装旧酒，而 T75 在服役期间就暴露了很多问题，比如射速较低、频繁卡弹，这一点
在升级为 XTR-102之后，大概有一定的优化，但依旧缺乏有效威胁地面目标的弹药。其使用的是 M50系列，穿甲能力较低。T75搭配 M53，在1500米的距离上只能击穿19毫米厚的均质装甲，在500米的距离上只能击穿34毫米的钢板，威力还比不上使用新型弹药的重机枪。当然，对于台湾海军、陆战队、陆军以及海巡署而言， XTR-102就是拿来防空的，无需担心威力的问题，仅需要考虑射速以及是否卡弹。就总体性能而言，轻型巡防舰采用 XTR-102AR 取代30毫米机炮并不算错，毕竟美军的密集阵也是20毫米，依旧没有更换。但这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密集阵？早在2019年，台湾海军就评估 XTR-102的效益性与适应性不符合要求，仅有光电射控仪的20毫米遥控机炮，无论是射程、射速还是反应速度、火力，都很难满足现代高强度的防空、反舰等需求，还不如沿用原先的密集阵，或者外购30毫米机炮。现在淘汰30毫米机炮之后，还有密集阵和 XTR-102。至于选择 XTR-102而放弃密集阵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性能有所升级，以及价格和时间的问题。早在2024年11月 XTR-102就进行了升级，通过搭载雷达、光电捕获系统，加上自制的火控系统，已经可以持续追踪锁定无人机并击落。目前已经完成测试，虽然射程依旧限制在2公里，但 XTR-102是直接击落无人机，而不是破片杀伤，精准度有了一定的提升。从这个方向来看，在整合制轻型巡防舰之后，这个目标应该也可以实现。台湾海军选择 XTR-102也无可厚非，而外购密集阵也就意味花时间，可能会赶不上轻型巡防舰的交付时间，还要加上预算不高的问题。种种情况考虑，选择 XTR-102也是最佳选择了。当然，如果后续能采购30毫米甚至是40毫米近防炮，那就更好了。印尼首艘神盾舰海士，世界第4海军是否名副其实？印度尼西亚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国家，已经连续3年被 WDMMW 网站评为全球第4大海军。不过就实力来看，印尼海军有一半的舰船都是巡逻舰，没有神盾舰。不过随着意大利外售的舰船抵达印尼，这个状态即将被打破。2025年1月底，芬坎蒂尼船厂向印尼海军移交2艘 PPA 级护卫舰，目前已经海试。印尼购买的是意大利多用途战斗舰计划的第5、第6艘，意大利选择直接转售给印尼，而不是重新建造，可以快速强化印尼海军。意大利则是再采购2艘，以弥补转售的空缺。就性能来看，根据所执行的任务， PPA 级护卫舰可以分为轻装版、轻装加强版、满装版，而印尼购买的 PPA 级属于轻装加强版，配备席尔瓦 A70 垂发，可以发射奥托马特 MK2E 反舰导弹，射程超过360公里。PPA 级护卫舰算是弥补了印尼海军长久以来没有神盾舰的问题。到这儿，火力军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在此之前，即使没有意大利的神盾舰，印尼海军还是被评为了世界第4，这是为什么？火力军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印尼海军的实力的确还可以，其服役的军舰大约有250艘，在这里面没有那些滥竽充数的武装渔船，而是实打实的军用舰艇，甚至还有一批比较能打的战舰。不过如果各位仔细观察一下，就会发现印尼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印尼由17508个岛屿组成，必须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海军来保卫国土，主要任务就是近海攻防和2栖登陆。在购买2手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、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以及 PPA 级之前，印尼的主力战舰就是2006年从荷兰购买的2艘拉登艾迪马尔塔迪纳塔级护卫舰，从韩国引进技术，购买加自产了7艘满载15000吨的旺加西级，还从东德、韩国购买了几十艘坦克登陆舰。其他的战舰吨位则比较小，大多是2手，比如英国的邦托莫级护卫舰、荷兰的法塔希拉级护卫舰、10几艘从东德买来的1000吨级护卫舰、
此外，还有3艘韩国潜艇、1艘德国潜艇、10艘扫雷舰、16艘几百吨的导弹快艇，以及近140艘各型炮艇。除了以上这些舰艇，印尼还有可能获得1艘航母。2025年3月8日，印度欧亚时报报道，意大利以$1million的价格向印尼出售2艘航母，也就是加里波第号。该船属于1艘轻型航母，1985年投入使用，2024年就已经光荣退役。目前，意大利海军已经使用迪里亚斯特号取代加里波第号，并将 AV-8B 升级 F-35B。如此一来，退役的航母和旧式舰载机就能卖掉了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意大利将加里波第号标价为$1million，并附带大约30架 AV-8B， 价格相当实惠。有消息称，印尼海军正在评估是否购买这些2手装备。$1million换航母看起来的确很好，很实惠，但背后的问题会很多。最直接的就是服役年限，加里波第号已经服役40年，如果印尼海军选择购买，那就要升级改造，需要掏钱，而且最终能用多久还不好说。就比如巴西这边，之前购买了法国的福趣号航母，并将其改名为圣保罗号。在最初的2-3年里，圣保罗号勉强地完成几次行动任务，但是从2005年开始，已经下水45年的圣保罗号事故不断，除了在修理厂，就是在前往修理厂的路上。总的来说，就实力来看，印尼海军不算弱，但是想要排到世界第4，多少有点难。火力军估计其主要原因就是打分规则的问题。如果算各型舰艇数量、舰艇类型等方面，印尼的确很强。如果按照舰艇性能、本国建造业来算，印尼不可能排到世界第4。毕竟买来的2手军舰能保留多少性能还是未知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台湾的奋进魔鬼鱼无人艇可以起到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